2025的国漫不是神仙打架，而是众神降临，个个都杀疯了。豆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15部巅峰之作，随便哪一部都能让屏幕前的观众回味无穷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带大家来看看是哪15部国漫有如此大的魅力。第一部《凡人修仙传》，以后只要说起2025的国漫，绝对绕不开今年最亮眼的《凡人修仙传》。凡人以30.4亿的播放量，每集52万弹幕的成绩，遥遥领先其他国漫，成为首个实现腾讯、B 站以及豆瓣3大平台3冠王的国漫。凡人用5年的时间完成逆袭，不仅让众多观众看到了他的高标准品质，更是在修仙占比骤降40%的市场环境中，开辟出了一条反套路的生存之道。看得出来，凡人的编剧团队也深入地研读了原著，他们不仅将动漫的主线还原得很扎实，还将节奏梳理得更加紧凑，从头到尾贯彻了活下去的草根生存哲学。韩立也一直信奉着退后一步，将众人护在身前，各方面小细节都将韩立的人设立得很稳。当然，每部作品被改编都或多或少有些不足，而凡人的优秀足以掩盖那些不足，让观众只记住他的牛逼。第二部《仙逆》，仙逆在2025这一年的成绩也非常亮眼，它持续稳居国漫顶流的阵营，如今年番的备案已经延续到了2026的3月，正片单集播放量也稳定在 1.8 亿以上。5月份推出的剧场版《神灵之战》更是爆款中的爆款，稳居腾讯视频付费榜的榜首。仙逆的优缺点也很明显，筑梦的特效打造得非常精良，大场面渲染的也极具冲击力，但在剧情上不断被诟病魔改。最近几集，仙逆已经进入了天运新篇，王林成功拜师天运子，即将打开东海妖灵副本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王麻子如何一步一步逆天改命吧。第三部《苍原图》，苍原图在2025无疑是一部热度与争议并存的佳作，从黑马到标杆，连续171天霸榜第一，播出7集便斩获了29个站外榜单，可以说是优酷现在名副其实的牌面担当，稳居2025年度国漫顶流梯队。苍原图第2季在延续第1季的同时，也对剧情进行了大胆的改编。第2季的热度峰值刷新了平台的记录，商业热度持续走高。目前院线电影的计划也在同步推进，水墨国风特效再度升级。第2季的世界观和主线剧情与原著出现了较大的偏离，战力体系也有些混乱，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大部分国漫的毛病，苍原图也不例外。可以说改编是一把双刃剑，就看持剑的人如何挥舞。第4部斩神，斩神的故事围绕少年林七夜展开。林七夜小时候因为和炽天使米迦勒对视而无故眼盲，长大后的他为了招空城加入了守夜人组织，同时成为了诸神精神病院的院长。林七夜通过治愈那些有精神问题的神明来获得他们的能力。整个故事的设定很新颖，独特的世界观和热血深沉的内核以及顶级的特效，奠定了斩神国漫第一梯队的地位。在豆豆看来，斩神最大的缺点并不是所谓的剧情改动大或者节奏问题，而是他们的更新问题。目前只更新了短短1季，就已经牢牢抓住了不少观众的心，希望第2季能早日播出。第5部《玲珑》，作为异化开天和 B 站联手打造的原创动画，玲珑第2季凭借着它无可争议的顶级制作以及独特的中式科幻美学，成功稳固了它国漫顶流 IP 的地位。玲珑总镜头数超过1万个，打造出了众多经典场面。但第2季在构建了更具张力的文明对照体系外，剧情也备受争议。第2季的前期节奏有点慢，故事的连贯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，部分人物塑造上争议也很大。第6部《诡秘之主》，在2025的国漫舞台上，《诡秘之主》无疑是一部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作品。它在上线后很快就打破了国漫海外评分记录。《诡秘之主》在视觉上高度还原了蒸汽朋克和克苏鲁的风格，血月、塔罗牌配合音效，营造出了极强的诡异氛围。它凭借着这种视觉呈现以及独特的世界观和国际化的运营，成功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国产2D 动画的新标杆。诡秘之主的核心魅力在于周明瑞如何以平凡之躯，在危机四伏的诡异世界中运用他的智慧和谨慎，步步为营。第7部《吞噬星空》，吞噬星空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亿大关，稳居腾讯科幻动漫榜首，也是腾讯国漫年番中的代表性存在。别的男主各种花式杀人，我们的罗峰独爱爆头。吞噬星空的顶级特效以及破坏美学极具冲击力，
自更新以来5年了，依旧没有出现重大翻车，这对现在动不动就避雷的市场来说实属难得。虽然部分剧情改编也有些争议，但罗城主的魅力没人能够拒绝。第8部《牧神记》，凭借着独特的顶级暗黑国风美学，《牧神记》绝对算得上是2025国漫的一匹黑马。旋即将传统文化和暗黑奇幻风格深度融合，成功站稳了国漫第1梯队的位置。整部作品颠覆了传统的玄幻逻辑，贯穿放牧诸神、神为人用的核心理念。《牧神记》中不仅是主角秦牧，其他配角们也都各有自己的高光，每个人都被塑造的有血有肉，形象十分丰满。第9部《剑来》，《剑来》第2季的正片已经在8月份全部过审，腾讯预约人数更是已经高达540多万，刷新了腾讯年度国漫预约增速的记录。在前段时间的年度动漫大赏中，唐三占据着海报的中心位置，而陈平安则在他身边。由此也可以看出腾讯未来对剑来的规划以及它的商业价值。剑来第1季的水准被誉为国漫打斗教科书，目前第2季 PV 展现出来的打斗和场景也更加高级。虽然剑来的叙事方式和复杂的台词劝退了不少观众，但它顶级的制作和深刻的主题依旧吸引了非常多的观众。第10部《画江湖之不良人》，不知不觉不良人已经播到了第7季。这一季的李星云化身不良帅后，深陷漠北险境。不良人在制作上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剧情这一块问题很大，主线推进迟缓，战力体系崩坏，权谋设计也很儿戏，部分人物的行为逻辑和前面出现割裂，主角的存在感被弱化。这一季的豆瓣评分截止豆豆写稿时是 6.0， 创下了整个不良人系列的历史新低，尤其是与第2季的 9.4 分有着鲜明的对比。希望在见面时不良人能回到之前的水准，能够不让追更这么多年的老粉失望。第11部《完美世界》，作为常年稳居腾讯播放前列的《完美世界》，2025依旧保持了稳定的更新和高热度。完美世界的制作一向很稳定，打斗场面以及特效呈现是他们的强项。虽然都是利用战斗模式来推进剧情，但整体也算紧凑，再加上这期间一直冲突不断，还是很能够吸引观众的。在很多观众看来，完美世界比较弱的是文戏深度不足，以及人物内心情感上刻画的一般。第12部《遮天》，遮天总播放量也突破了150亿，前不久还官宣了剧场版以及院线电影筹备的计划。遮天在制作上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希望制作组能在部分角色的细节上好好打磨一下。只要接下来能够在剧情改编上做好取舍，叙事节奏也掌握好，想必会更上一层楼。第13部《诛仙》，诛仙第3季被不少网友辣评，是近几年最稳的一部玄幻动画，口碑比前几季明显提升。第3季的制作水准达到了电影级，画面极具冲击力，剧情节奏也很紧凑，只是有部分被删减的情节引发了观众的不满。第3季在人物刻画上做得很不错。第14部《第1序列》，第1序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人类文明濒临崩溃的废土世界，故事围绕主角如何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下挣扎求生，不断变强，并逐渐揭开世界背后的真相。第1序列的核心在于强调精神意志的重要性，它的原著小说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，这让第1序列成为了小众题材中的口碑佳作，核心观众的粘性也很高。目前第2季已经立项，想必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了。第15部《紫川》，紫川第2季年番已经播出，但目前热度并未达到预期，也未跻身同期国漫播放前列。紫川在还原原著上还是做得不错的，很多观众也比较认可。权谋线设计保留了原著的厚重感，但战争场面的表现力薄弱，不少模型简直就是复制粘贴。有些角色行为前后矛盾，又存在网红脸同质化的问题，再加上宣发力度不足，导致非原著党知晓度偏低，但整体基本盘还是没问题的。现在就看后续制作短板和宣发问题能不能解决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